如果我說現代戰爭中的第一槍不是導彈，而是一束看不見的電磁波，你相信嗎？12月初，6架 EA-18G 咆哮者突降波多黎各，美軍对外宣稱禁毒。但要知道，這6架 EA-18G 可相當於一整個航母編隊的全部電子戰力。雖然 EA-18G 確實能精準定位毒販的衛星電話並干擾其通訊，但若僅僅是為了禁毒，火力軍是萬萬不信的。那麼問題來了，美軍為什麼要將這款專門用來對抗頂級防空系統的電子戰怪獸部署到加勒比海？是為了打擊偷雞摸狗的毒販，還是說在這平靜的海域下正醞釀着一場不為人知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本期視頻，火力軍就和大家一起深度剖析這架披着戰鬥機外衣的電子幽靈，以及它所揭示的在委內瑞拉北部悄然打響的看不見的戰爭。想要理解 EA-18G 的定位，我們必須先知道它從哪裡來。它的歷史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著名的 EA-6B 徘徊者，這可是一架4座的老爺爺級電子戰機，雖然功能強大，但是速度慢，機動差，在現代空戰中自保能力幾乎為零。正因如此，美軍急需一架具備戰鬥機性能的電子戰平台。於是工程師們把目光投向了當時最先進的双座戰鬥機 FA-18F 超級大黄蜂。咆哮者就是以超级大黄蜂為基礎進行了一場顛覆性的改装與升級，但其中最反直覺也是第一個顛覆性的變革就體現在它對機頭的處理上。眾所周知，傳統的 FA-18F 在機頭有一個標誌性的 M61 火神6管机炮，它是戰機近距離格鬥的最後一道防線。但在 EA-18G 上，這門機炮被無情地拆除了。為什麼會這樣設計呢？這是因為自海灣戰爭後，現代戰爭拼的就不再是火力配置，而是比誰的信息分析手段更高明。於是在飞機機炮的位置上，工程師們塞進了一整套高度複雜的電子戰和信號處理設備，這其中涵蓋了計算機處理器、接收器和數據鏈硬件等等。對於 EA-18G 來說，它的火控系統不再是瞄準目標並按下發射鍵，而是分析電磁頻譜並發出干擾指令。它放棄了傳統的點對點打擊能力，換來的是对電磁頻譜的絕對控制權。它的作戰理念是：我不會和你纏鬥，我只會在你的世界消失，同時切斷一切外界和你的聯繫。除此以外，機頭並不是 EA-18G 最大的改動。EA-18G 最顯著的外形特徵，也是它區別於所有戰鬥機的標誌，就是它翼尖的那對獨特的被稱為殘繭的接收機系統。在普通的 F-18 戰鬥機上，翼尖是留給 AIM-9 响尾蛇空对空導彈的，但 EA-18G 用 ALQ-218 替換了導彈，這便是咆哮者的眼睛和耳朵。ALQ-218 是一個高度敏感、寬頻段的接收系統，它的核心任務是被動接收並保持絕對的沉默。它不發出一絲一毫的電磁波，像一個幽靈在空中飛行，但是它的功能卻極其強大。首先是全向偵聽 ，ALQ-218 會覆蓋從超低頻到微波的整個電磁頻譜，確保不會錯過任何一個雷達或通訊信號。接着高精度定位就會啟動，它利用短基線干涉儀等先進技術，即便在複雜的電磁環境下，也能在幾秒鐘內精確測定信號源的位置、距離和類型。它知道哪個雷達正在開機，哪個通訊正在通話，以及它們精確的地理坐標。它不僅僅是聽到一個信號，還能識別出這是哪個國家、哪種型號的雷達發出的。這是因為它擁有一個龐大的電子信號指紋庫。通俗地說， ALQ-218 是 EA-18G 的情報官，它在戰場上偷偷摸摸地搜集一切信息，然後把數據傳輸給後方的干擾吊艙進行攻擊，或者傳給其他戰鬥機和導彈作為攻擊坐標。如果說 ALQ-218 負責監聽整個戰場，那麼掛在機翼下方的干擾吊艙就是 EA-18G 進行電子干擾的核心。它不再是單純的信號源，而是能夠擊穿、癱瘓敵方系統的能量發射平台。這次波多黎各的部署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為它展示出了美軍電子戰正在經歷一場劃時代的技術革命。在降落波多黎各的 EA-18G 機隊中，有部分戰機依然掛載着老式的 AN-ALQ-99 干擾吊艙，這是上一代電子戰的主力，但是在今天看來，它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了。首先是 ALQ-99 的設計非常簡單粗暴，它依靠的是一味的加大功率輸出，為了驅動如此強大的干擾能力，它無法完全依賴机載電源，因此必須自帶一套衝壓渦輪發電機。吊艙前端的螺旋桨就是渦輪發電機的組成部分，這不僅帶來了巨大的空氣阻力，也降低了飛機的速度和航程，還意味着巨大的重量。更加致命的是，它的干擾方式是廣域的、高功率的噪音壓制。想象一下，這不是在制造噪音，而是在黑暗中用數百萬瓦的定向聚光燈突然照向敵人的眼睛。雖然成功致盲了對方，
但是這種能量強光和反光也迫使你自己必須戴上特制的護目鏡才能安全操作。更何況，面對現代跳频雷達和更複雜的數字信號處理技術 ，ALQ99 的干擾效果已經開始力不從心。但是大家別忘了，搭載着老式干擾吊艙的 EA18G 並不是全部。這次部署的真正亮點是那些攜帶了下一代干擾吊艙的 EA18G， 這才是美軍真正的拿手好菜。這款新型干擾吊艙是美軍電子戰技術突破的里程碑，它採用了類似於 F-22、F-35， 甚至於宙斯盾驅逐艦上才有的有源相控陣雷達技術，簡稱 AESA。它的核心優勢主要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功率密度爆發。AESA 雷達技術允許它瞬間集中極高的能量。如果說 ALQ99 是點燃一堆篝火， ALQ249 就是一把高度聚焦的激光束，它能将能量集中在一個極窄的波束內，直接燒穿敌方雷達的接收端，對目標雷達產生極大的壓迫。它還有着堪比狙擊槍的精準度，它可以瞬間切換頻率和波形，不再是全頻段亂吼。ALQ249 可以精準地對付單一的目標，例如只針對敵方的火控雷達進行干擾，而絲毫不影響旁邊己方戰機的通訊。更加顛覆時代的是，這款吊艙被設計成開放式架構，這就意味着它可以像智能手機一樣，通過軟件升級來學習和對抗新的威脅。一旦 ALQ218 偵聽到了一種新的雷達信號， ALQ249 的軟件可以快速更新，生成新的對抗波形，快速實現即時反制。它的能力遠超傳統的噪音干擾，它可以通過發送精心設計的欺騙信號，在敵方雷達屏幕上創造出數以千計的假目標，或者讓敵方鎖定的目標突然漂移到其他地方，徹底癱瘓敵方的指揮系統。簡單來說， ALQ99 還是傳統的火力覆蓋，打擊範圍較大，而新款的 ALQ249 則是精準定位，並通過特殊手段生成無數個並不存在的虛擬目標，從而讓敵方進行錯誤攻擊。很多觀眾容易被電子戰這個詞誤導，以為 EA18G 就是一架不會開火的輔助飛機，這就大錯特錯了。如果你在戰場上真的這麼輕視 EA18G， 那麼你可能連自己是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別把它當成什麼輔助機，在真正的戰爭裡，它往往是第一個動手的。電子干擾只是前菜，真正的目的是為後續的導彈打開一條安全通道。說白了，它不是為了讓戰場更加穩定，而是為了讓殺傷更乾脆。EA18G 是軟硬通吃的典型代表。EA18G 的主力武器之一就是著名的 AGM-88 系列哈姆反輻射導彈。反輻射導彈是一種非常陰險的武器，它的導引頭不是通過紅外或雷達搜索目標，而是通過被動接收敵方雷達的電磁波來鎖定目標。這就相當於敵方雷達一開，直接可以進行精準定位。而這玩意兒可不是靠熱成像追蹤，也不是靠畫面鎖定，它追的是信號本身。你發出的每一道電磁波，對它來說都是一條直達終點的路線圖。導彈一旦離架，就不是在找目標了，而是順着已經鋪好的信號軌道一路加速，直奔敵方雷達點，連帶附近其他目標一起清空。EA18G 的戰術流程極其簡單，首先是引誘環節。EA18G 會開啟它最新的 ALQ249 干擾吊艙，對敵方的防空雷達進行軟殺傷。它不只是隨便發點噪音，它會用最先進的 AESA 技術，精準地对着你的雷達接收機注入假信號，錯誤定位，或者直接發出極高的能量波束來干擾你。你的雷達屏幕瞬間就会被各種虛假的光點、雪花或者錯誤信息淹沒。接着就是為了開火做準備。敵方雷達操作員為了對抗干擾，通常會加大雷達功率。這個動作就相當於在黑夜裡對着一架幽靈飛機打開了功率最大、最亮的探照燈。最後就是獵殺環節。EA18G 的 ALQ218 立刻將信號定位數據傳輸給 AGM-88 導彈。導彈被發射後，會循着這個清晰的電磁信號，以極高的速度飛向雷達天線。更可怕的是，即便敵方在導彈發射後立刻關閉雷達電源，還是無濟於事。新型號的 AGM-88 導彈，特別是 AGM-88E 先進反輻射制導導彈，它裡面裝了一個 GPS 慣性導航系統，也就是說，哪怕你發射完導彈後立刻關閉雷達電源，導彈還是會記住信號源關閉前的最後坐標，繼續依靠 GPS 和慣導系統飛行，直到敵方頭頂。這是一種徹底的威懾行為，只要你敢開雷達，你就可能被炸毀。還有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了， EA18G 的底子是超級大黄蜂，它雖然沒有機炮，但它依然可以攜帶 AIM-120、AMR-AAM 中距空对空導彈用於自衛。EA18G 在空戰中甚至能扮演反隱身的角色，它能用其強大的電子戰系統對敵方戰鬥機的雷達和數據鏈進行干擾，瞬間切斷對手與外界的聯繫。當然，這個對手也包括隱形戰鬥機。在對手的眼睛被致盲時， EA18G 自己不用開雷達，它可以利用己方預警機或僚機的雷達數據，通過安全的數據鏈獲得目標信息，然後發射 AIM-120進行攻擊。它不單純只是架飛機，
而是一套在空中運行的電子戰系統。看不見武器卻能直接命中要害，在真正需要它出手的時候，對面的先進戰機往往連反應的機會都沒有。美軍將6架 E-18G 這樣的高科技電子戰飛機遠距離部署到波多黎各，其戰略意義絕非一般。這次部署顯然不是為了打擊毒販，而是針對一個擁有複雜或潛在擁有複雜防空系統的對手。這其實直指 E-18G 的另一個核心功能——建立電子戰鬥序列，也就是 EOB。那麼什麼是電子戰鬥序列呢？顧名思義，就是電磁世界的敵人兵力部署圖。這不僅僅是一張簡單的軍事地圖，它是一個實時的、詳盡的數據庫。它裡面包含了敵方所有雷達、通訊設備、防空導彈發射器的精確地理位置，還有每一種設備的電磁指紋，其中包括了頻率、波形、脈衝重複頻率，甚至每一種設備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模式開機。E-18G 的 ALQ-218 接收吊艙就是完成這項任務的最佳工具。EOB 還可以聽出對手的底牌。這次部署到波多黎各的 E-18G 機隊很可能正在執行前沿電子偵察，他們沿着特定航線飛行，被動地監聽潛在對手的防空體系。當其他國家試圖用雷達搜索他們時， E-18G 會記錄下這組信號。當其他國家的地面部隊進行無線電通訊時， E-18G 會記錄下這個頻率。當其他國家的 S-300 或 S-400 防空系統開機進行演習時， E-18G 會將其信號特徵錄入數據庫。這個過程就是對未來戰爭的預演。一旦 EOB 建立完成，美軍就擁有了對手防空網絡的詳細部署計劃。未來的戰斧巡航導彈和隱形戰鬥機將不需要在戰時冒險搜索目標，他們只需要讀取這份已經預設好的坐標和信號指紋，就能直接攻擊，摧毀對手的關鍵節點。波多黎各距離委內瑞拉只有1步之遙，這個基地提供了完美的前沿監聽陣地。E-18G 的部署，它更像是在提前為空中先發制人的行動做好所有看不見的準備。E-18G 咆哮者的出現，完美詮釋了現代戰爭的真相，即信息優勢才是決定生死的關鍵。這架飛機以其極端的改裝、革命性的干擾吊艙以及軟硬兼施的殺傷能力，站在了電子戰的最前沿。它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真相，那就是在現實世界中，我們看到了美軍的船艦和飛機，但在電磁頻譜這個看不見的戰場上，戰爭其實早已開始。這6架 E-18G 咆哮者降臨加勒比海，其意義早已超越了軍事部署本身。他們發出的不是航母艦載機的聲音，而是戰略規則改變的無聲警報。拿電子戰王牌去執行禁毒任務只是一個借口而已，他們真正的目標是為未來的大國博弈提前完成戰區電磁環境的監測。好了，關於 E-18G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除了 E-18G， 你還知道哪些外表平平無奇，實則是戰場輔助之王的武器？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